随便一个视频都能够跑到10万开头。我们把视频切到 4K， 我们可以看到直接20万开头，20万零5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在上几期的视频中，我教你们如何用 Cloudflare 搭建科学上网节点。但是我看评论区的话，有很多朋友们还是没有办法搭建成功。我看了一下，主要的话有2点原因。第一点，相对来说的话，搭建的步骤有点多，很多新手朋友们不太适应。第二点，就是需要一个免费的域名，所以说导致这个过程的话，步骤相对较多，新手朋友们不太适应。但是今天的话，这个 GitHub 的作者已经更新了，更新之后的话，已经不需要域名就能够成功搭建，并且的话，步骤是大幅的下降。也就是说，你只要花个2-3分钟时间就能够搭建成功，并且速度的话依然很快。YouTube 基本上来说的话，10几万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订阅中心，如果说你之前看过我视频的话，应该都非常熟悉了。那它到底和之前的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个 ECH 的状态，我现在是开启的。然后这里的话也有一个启用 ECH， 也就是说启用 ECH 后，每次刷新订阅会自动从 DOH 获取最新的 ECH 配置并添加到链接中。也就是说，有了这个之后的话，我们就不再需要免费域名了，就可以直接进行使用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看 GitHub 上，之前的话我们是点击少年你相信光吗进行复制，那现在的话也不需要了，整个过程步骤的话相对来说少了很多很多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开始吧。那第一步，同样的我们打开这个 GitHub 的网址，网址的话我会放在说明栏下方，或者说放在评论区的置顶条。我们点击这里的 Pages 2.9.2， 我们点击一下，这里有一个文件是 CRP 格式的，我们选择第一个文件进行下载。下载好之后的话，我们就放着不动，不需要解压。然后我们来到我们的 Cloudflare 上，再点击 Work 和 Pages， 接着我们来到右上方点击创建应用程序。在这里的话和之前不太一样了，这里我们要点击下方的开始使用按钮，点击一下，在拖放文件这里我们点击开始使用，项目名称我们可以随便的起，都可以的。然后点击创建项目，下方有一个上传你的项目资产，项目资产的话就是刚才我们下载的文件，我们把它打开，直接拖动项目文件到这里来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已经上传成功，再点击下方的部署站点，再点击继续处理项目，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创建成功了。接着我们点击自定义域，我们可在这里看到，这里有我们的主机名称，然后我们点击设置，设置这里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变量和机密这里，我们添加名称一个 U 小写的，值的话就是我们的 UUID 的话，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 VisualRay， 点击配置项，添加 Plus， 然后点击这里的生成，我们随机选择一个，然后捏贴一下，点击下方的保存。接着我们看一下左边有一个存储和数据库，点开，再点开 Work TV， 点击右上角这个蓝色的按钮创建，空间名称的话可以随意的填写，然后点击创建。
创建好了之后的话，我们再回到计算和 AI， 点击 Work Pages， 点击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项目，再点击设置，我们再看绑定这里，添加绑定，点击 KV 命名空间，变量名称是一个大写的 C，KV 命名空间，我们点开，找到我们刚才创建的 KV 空间，点击下方的保存。保存之后的话，我们点击右上角的创建部署，我们再把刚才的文件进行拖放一次。上传成功之后，点击下方的保存并部署。好，这样子我们就创建成功了。创建成功之后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链接，或者说点击这个图标打开。打开之后的话，这里就输入我们的悠悠 ID。如果说你忘记了悠悠 ID 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回到 Cloudflare 这里，然后点击 Work Pages， 点击项目名称，点击设置，在变量和机密这里，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小铅笔，把这里的值复制，就是悠悠 ID。复制之后，我们回到终端 ，Ctrl 加 V 捏贴，再回车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已经连接成功了。连接成功之后的话，后面的步骤非常的简单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终端的版本的话是 v2.9.2， 也就是说目前当下的最新版本。我们可以往下拉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启用 ECH， 把这个勾上，点击下方的保存协议配置。好，等待个3-5秒钟之后，我们再往上看，这里有一个 ECH 状态已启用，这样子的话就说明我们配置成功了。接下来就非常简单了，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客户端进行使用，比如说我这里是 BitTorrent 的，点击，然后打开我们的 BitTorrent。打开之后的话，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，很多朋友们就是直接导入订阅节点，那是没有办法使用的。这里我们先要点击这个 BitTorrent 的帮助，点击检查更新。因为我怕你们的话，很多 BitTorrent 版本可能不是最新版本，所以说必须要升级一下 BitTorrent 的版本。就全部打开，下面一个检查项目，这个的话也打开。然后点击检查更新，这里的话稍微等待一下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的 BitTorrent 就是最新版本的。然后我们再点击加号，名称的话可以随便写。这里地址我们 Ctrl 加 V， 我们选择下方的确定，我们订阅分组更新当前订阅。因为这里的订阅分组的话，要通过代理进行更新的。更新一下，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就出来46个节点。Ctrl 加 A 全选 ，Ctrl 加 R 测试延迟。我们稍微等待一下。测试好之后的话，我们按延迟进行排序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大概能够使用的数量的话，应该在15个节点左右。下面的话都是-1，没有办法使用的。这个的话，可能跟使用的人群有很大的关系，也有可能跟家里的电信的宽带网络有关系。比如说，可能电信用户的话，它的节点出现的就比较少，移动和联通的话稍微会多一点，这没关系，因为我们测试的延迟之后，这10几个节点的话，速度都是比较快的。我们随便选择一个电信的第4个节点设为活动，我们打开 YouTube。打开统计信息，我们可以看到，随便一个视频都能够跑到10万开头。
我们把视频切到 4K， 我们可以看到直接20万开头，20万零5000。再播放20万零4000。好的，本期视频到这里为止，感谢你们的观看。同样的，如果说你在创建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下方进行留言，我看到的话会给你们解答的。好的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